陌生，走每段旅程。谁该被爱，谁该去恨，如何区分？眼前未必真，时间会作证。绕了一圈，不过想要内心的安稳。梦和醒哪个比真？哭和笑谁更残忍？我们说服自己，学会牺牲，对错却没有追问，以为该发生却没有发生。等到想拥抱，怀抱已变冷。我们用力挣脱，渴望重生，最后把自己伤得最深。以为该结束，却继续放任。等到伤痕累累，才肯承认，发现离开是用转身，而忘记却要用尽一生。这是人生的必经过程。我会过去澳大利亚照顾心灵，暂时不会回来了。那例行呢？不想再欺骗他，也不想欺骗自己。为什么？我喜欢上你了。我被塞呀！我被塞呀！立行，给我你的腰带，快点啊！没事的，放心。快送到去医院，全包。立行，快点啊！我刚才看到你很不开心的走出来，我就在想你应该会来这里。发生什么事了？新雅真的喜欢俊峰。我刚才无意中听到他向俊峰表白，他喜欢俊峰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了。我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对不起，那天我不该对你说那么难听的话。我是以为你有私心，才会说新雅的坏话，错怪你了。没事，爱情会让人失去判断能力。我和听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这样啊。看来我们同病相怜。谢谢你陪了我一个下午。不用谢。其实我也喜欢上教堂的钟声和宁静。对了，你是怎么知道我不是爸的亲生儿子的？能不能告诉我？是我继父告诉我的。20多年前，他在紫园工作过，他知道发生什么事。你能不能带我去找他？我问过他了，他什么都不肯说。你去了也没用。帮帮我好不好？其实，最清楚你身世的人是爸，为什么不问他呢？又是那个老掉牙的问题。哎呀，你们就饶饶我吧。爸，你就说出真相吧，要不然例行会很混乱的。
是啊，爸，你告诉我吧。好吧，既然你们一定要知道，那我就公布答案。你不是我的亲生儿子。那当时为什么你在那么多人面前说我是你在外面和别的女人生的孩子？当时惠珊的妈为了要贬低你，硬要在那些员工面前说出你的身份，所以我呢，不让她得逞。如果让她得逞的话，那以后你怎么领导那些员工啊？所以当时啊，我只能这么做。难怪你暗示过我，说我跟你之间的父子情是不会因为血缘关系而改变的。现在你终于知道我是用心良苦了。那我的亲生父母是谁啊？他们在哪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的爸妈是我的好朋友，在你2岁的时候，他们去世了，所以我就把你带回家领养你。对不起，要不是因为我妈，也不会搞出那么多误会。慧莎啦，别往心里搁。现在你妈只是看不开而已。不过这件事情啊，还是不要让她知道好，要不然的话，事情就多了。我知道。爸，快下来啊！爸，你来了，你终于来了。兰姨，兰姨，哎呦，稀客哦，东哥你也真是的，家里来了客人也不早点通知我，我可没有叫牙低预备你的饭菜哦。美兰不是客人，从今以后，她搬进来跟我们一起住。你所谓的安排，就是安排让他搬进来住啊？不然你以为怎么样？东哥怎么可以这样啊？为什么不可以啊？你都能搬进来，美兰为什么不能搬进来？可是你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反正屋子那么大，多一个人住热闹点哈。兰姨，欢迎你搬过来，以后多一个人照顾爸，我们更放心。是啊，有你跟我一起分担照顾东哥，我就不用一个人操心了。姐姐啊，带你妈妈到新雅房，以后你妈妈就住在新雅的房间。Okay，妈咪 ，Let's go。Excuse。兰姨，我帮你。东哥，你怎么可以让他住新雅的房间啊？那房间怎么了？没什么，只是房间的枕头脏一点，我怕他睡得不舒服。待会儿叫雅迪帮他换一个新的枕头。女儿，你能不能关心妈一下？我现在心里很不平衡，你知道吗？哎，人家的心是长在左边，你爸的心就长在背后，偏心的离谱。那个女人一搬进来就有自己的房间住，凭什么我们2个人还要挤在这个小房间呢？气死了！论辈分，我比她高，凭什么她待遇比我好？肯定也是给你爸吃了很多迷药，哄得你爸团团转。妈，一个房间就可以让你想那么多。不是我要想那么多，你没有看到那个小野种那副德行，不学无术，搞得烂摊子一个又一个。你爸不但没有骂他，还那么宠他。哼，那个女人是命好，生了个儿子。要是我有个儿子就好了。哎呀，为什么你不是儿子啊，慧珊？哎，女儿，你要努力做出成绩，要不然我们在张家就快没地位了。嗯。哎，对了，上一次你跟我说过，你们和澳大利亚园艺设计公司要合作发展资源，计划书做得怎么样？现在在做，你要看吗？现在还在做。哎呀，你效率怎么那么差劲啊？要加把劲。你以为那么容易做？我已经很努力了。再说你一直在唠叨，我怎么专心啊？好，妈不唠叨不唠叨，你好好的表现，一定要让你爸知道，虽然你是女的，可是你是张家最能干的孩子。好，不唠叨不唠叨，赶紧走赶紧走。我来了，我来了。放手！哎，我跟你讲啊，这种工你就不要做了，我换你去做里面 ，OK？不用了，我的 internship 只剩下1个星期。
哎，一个星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万一 baby 有什么事情，就算 baby 发生什么事，也不关你的事。什么不关我的事啊？baby 是我的嘞。我有说过 baby 是你的吗？那 baby 谁的？你又不是我爸，我为什么要向你报告啊？ OK， 就算那 baby 不是我，是其他男人的，那我可以帮你出头嘛？不用你鸡婆，要不要生我自己来决定。无计划，无计划，你不要以为你长得漂亮就可以骄傲，死要面子又口是心非，你知道吗？女人啊，跟你很像，有说骄傲，有说又很笨，说的话哪一句是真，哪一句是假？ 要听清楚，不要被他给骗了，知道吗？知道了，陈叔，我听清楚了 ，Thank you。哎呀，这个恐分不说女人在撒谎啊！这个嘛，哎，我一定要证明那 baby 是不是我的。你说我拔的，你要帮我的。哎呀，你那么紧张干嘛？你慢慢来啊！怎么慢慢来啊？哎，你看啊，如果那个 baby 是我的，小雪跑去堕胎。 那我是不是成为了杀人凶手？万一他跟其他男人在一起，那个 baby 叫他老爸，哇，这口气我怎么咽得下去啊？你是我拔的，你要帮我的，帮我的 ，OK？ 其实这个很简单啊。什么意思啊？你烦不烦呐？我回家也要跟。我说你回来，我做你 bodyguard。你这个身形也要当 bodyguard，省省吧。 不要跟着我，你很烦。OK， 走，我不跟你。拜拜，小心点啦。直接。哎，我跟你讲，不是我的错，是他自己跑出来。叫救护车！好。姐姐，你不用怕，救护车马上就到了啊。 我不怕死啊，我只是怕以后看不到你啊！不会的，你撑着点。BB，到底是不是我的？这样我也死得开心点吧。BB 是你的，BB 是你的，所以你不能死，你要活着，看着 BB 长大。我不死，我要撑上去。要不死的话。 你愿不愿意给我机会跟你在一起啊？你不要说这么多，救护车在哪里？愿不愿意啊？大呀！你竟然用这种方法骗我！哎，我眼这么狠，怎么发现我穿帮的啊？拜托你，以后找个好一点的咖啡，还有鞋根本就没有血腥味。我差点成功哦！白痴啊，都是你啦！你找回好点的 KTV，妈的血浆也是来信啊！我给你这样多把就不够咩？哎不，你快点去追他啦！去！我跟你讲哦，我回来再找你算账啊！真的是。哎，好了啦，我跟你开玩笑啦，不要生气了啦。很好笑吗？你怎么这么幼稚啊？你怎么这么喜欢骗人？你要不是一样喜欢骗人，明明 baby 是我的，为什么不敢说、不敢承认呢？奇怪耶！明明自己心里面喜欢我的，我都知道，只是你不敢承认，也不敢说，觉得为什么会喜欢上我这样的人，所以逃避。我讲的对不对？真的很自私哎！难道不可以为 baby 想一下吗？你看我，到了26岁，才可以跟自己的亲生父亲相遇，挽回那一点点所谓的父爱，而那一点点来之不易的父爱，马上就要没有了。 因为我老爸要死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了解我的感受吗？我希望你可以为 baby 想一下，一个孩子没有父爱、没有母爱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幸福的。我自己一个人会爱 baby 啊。可以不要嘴硬吗？我知道我有很多缺点，但我愿意去改啊！谁没有缺点呢？你要给我机会嘛！ 我知道我应该为 baby 负责，可是我不想要只有责任、没有感情的家庭。
谁说没有感情了？其实我早就喜欢你了，而且是非常非常喜欢，只是我不敢跟你说嘛，怕你不喜欢我啊。那如果我不喜欢你的话，我这么紧张你干嘛呢？我搞这么多事情干嘛呢？我在紫园又忙东忙西的，就为了要……反正我真的想跟你在一起。你没说我不喜欢你咩？你恶心啊！你这傻小子啊，今天啊，终于做对一件事情了，用真诚打动小雪，看到你终于长大，我就放心啦。妈咪，你放心啦，你的小宝贝呢，现在已经变成大宝贝啦，然后他的责任感会越来越强的。姐姐啊，你一定要好好做人，要做一个负责任的老公，负责任的爸爸，不要像你爸我这样。有问题吧？没说错啊，我过去的确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我想直接不要像他爸我这样而已嘛。哎，阿全啊，尽快选个好日子，把他们婚事给办。小雪的婚事我做不了主，我看还是问他父母吧。不如你跟我去加拿大见见我父母吧，然后顺便谈谈婚事。也好啊，那样子比较有诚意。你跟小雪一起回去吧。我自己一个人啊。刚才是谁说从小宝贝变成大宝贝了？对啊，大宝贝，我告诉你啊，跟人家见面的时候一定要表示你的诚意，无论他们提出什么条件，你记住，你爸爸我做你后盾都不是问题。哎，还有啊，千万不要把这个婚事给搞砸了，你也知道了啊，我等不及了，你明白我的意思的。哎呀，老爸，不要整天说这种东西嘛！你看今天我们大家开开心心的，对不对？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白头到老，相亲相爱的。Come give me a hand. You see, so sweet， 对不对？老爸，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们看到我们结婚生子的。有你们在我身边啊，我每天都开心。我一定会看到你们结婚生子的。小叔啊。反正接下来这2个星期就要麻烦你们喽，因为我要出国一下。小老板，你去哪里啊？小雪有了，所以呢，我就要跟她去加拿大2个星期，去见她父母谈婚事。难怪今天比以前稳重多了，原来是要当爸爸了。好事，好事。谢谢。反正这2个星期真的麻烦你们啦。国荣，你可以陪我去下厨房吗？我有些事情要跟你交代。去。找我什么事啊，老板娘？你不是跟我划清界限了吗？上一次我是闹着玩的，你干嘛那么认真啊？哎，我认识的永强不是那么小气的。如果你还是不高兴的话，我跟你赔不是。对不起，永强大哥，对不起啊。算了，过去的事情就算了吧。我大人有大量，不会跟你计较。那个臭小子要离开2个星期，我终于可以暂时少看一个人的脸色了。哼，那也只是暂时性，你知道吗？东哥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孙子，他开心的不得了，加上那个臭小子又懂得哄他老人家，还说要改回姓张的，连儿子也改回姓张的，哼，哄到东哥啊笑得嘴都合不拢，还说要打造整套金脚链和金手头给孙子。我真的很担心，再这样哄下去，东哥整副身家都会分给那个臭小子。就算东哥把整副身家都给了臭小子，你又能怎么样？人家是儿子，怎么说都占便宜。要怪就怪你自己不争气，生了个女儿，注定吃亏的。所以我说啊，我们要趁东哥还没有分遗产，能够拿多少就拿多少。哇，我哪敢啊！我还记得有人警告过我，手脚不要不干净，不然他会秉公处理。
我都说了，当时我脑子进水，乱说话。永强大哥，你是做大事的人，你大人有大量，不要记这些小仇。小时候我们也读过书啊，筷子的故事，你忘了吗？团结就是力量。你终于了解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那你是答应了？我打这一份工能够赚多少钱？张庆东亏待我这么多年，不狠狠捞他一笔，怎么对得起自己呢？预祝我们合作愉快。累了，我先回房间。东哥啊，来喝补汤。哎，东哥不能喝，你不是刚刚服了西药吗？西药跟中药会相冲的。我问过中医师了，他说这补汤呢是活血补气，没有问题的。那里面是不是有人参呢？你闻不到没？我就是闻得出。他刚刚喝了萝卜汤，萝卜跟人参是会相冲的，你不懂吗？我没听说过。上网查查就知道了。哦，我忘了，你不懂得上网。东哥啊，我不是在这里胡说八道的。要是你不相信的话，你叫他自己把这个人参汤喝了，看他会不会有事。你现在身体那么弱，我不想你当白老鼠。好了，这么容易死吗？反正煮了别浪费。来，我喝我喝。兰姨，我也吃了萝卜，我来喝吧。好烫啊！对不起啊。没关系。找我什么事啊？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在屋子里说？这么鬼鬼祟祟的。阿姨，今晚的事就算了，希望你以后不要这么做。今晚什么事啊？我做了什么？今天我在厨房看到你放了些东西在兰姨炖的汤里。当时我以为汤是你炖的，后来才知道是兰姨炖的。你一直为难她，要她喝汤，所以我肯定你做的不是什么好事。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要诬赖我。你不必否认了，我是亲眼看到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放的应该是泻药。你故意说人参和萝卜相冲，然后逼兰姨喝汤。如果她喝了汤拉肚子的话，就证明她煮给爸的汤是有问题的。我说的没错吧？是我做的又怎么样？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更何况泻药也不会要人命，谁叫你爸那么偏心啊？他一搬进来就让他住大房间，我就是心里不平衡。当初你为了让惠山搬进来，和爸谈条件，要爸和我替你保密以前的事情，爸答应了。后来你陷害新雅，说她偷了你的戒指，其实爸和我都知道是你栽赃给新雅的，可是我们也没有出声。是爸不想让惠山难堪，才没有在众人面前拆穿你。同样的，今天的事我也不会说出去，你应该要替惠山想想，不要再搞这些小动作，要不然他在我们面前会抬不起头的。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如果再有下一次，我不会保持沉默。地形啊，这是黄先生家的设计图，你看看有什么问题吗？哦。如果有什么问题，再让我知道吧。在烦什么？笑起来比哭还难看，还是别勉强了。其实，昨晚你弄翻补汤的时候，我看到我妈松一口气，我就觉得很怪。之后，你们两个在楼下所谈的一切，我都听到了。当初你为了让惠山搬进来，跟爸谈条件，叫他和我替你保密以前的事情，爸答应了。后来你故意陷害新雅，说她偷了你的戒指，
其实爸和我都知道是你栽赃给他的，我们没有出声，因为爸不想让惠山在大家面前难堪，希望你为惠山想想，不要搞这些小动作，让他在我们面前抬不起头。你说我有这样的妈，是不是很不幸？对于我这个从小没有妈的孩子来说，你已经算是很幸运了。或许阿姨的方法不对，但她对你的爱是真实的，不然她也不会做这么多事情。有时候我宁愿她什么都不做，我都已经长大了，不需要事事都为我操心。小时候我读什么、交什么朋友，她都要管；我长大了，做什么工作、交什么男朋友，她也要管。她把我弄得很不开心，也让我身边的人都很不开心。事情过去了就不要再想了，越想越烦恼。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这次的设计图画得很好，已经有专业水平了。要是你不说的话，我还以为是Sam画的。谢谢你啊。不过不要自满哦，继续加油。我们一起加油。嗯。张先生啊，这是和 PTC 集团合作的计划书，请你过目一下。你是我们青红集团的代表律师，青红集团的利益，我相信你一定会放在首位，所以不用干了。我相信你。谢谢你那么信任我，张先生啊，我即将要筹备婚礼，需要放长假，不如你干脆另外请一位法律顾问吧。不会吧？我刚刚才习惯了跟你这个律师合作，你又要我换律师？哎呀，俊峰啊，你饶了我吧！我只是替庆鸿集团服务了几个月而已。有时候这些事情啊，不是看时间的长短，而是看感觉，对吗？可是，我是觉得这件事情等你办完你的婚事以后，我们再说吧。但是现在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帮我做。你马上就要结婚了，你的新娘子我连一面都没见过，像话吗？这上天对 Wesley 真的不错，人没我长得帅，但是生出来的女儿竟然这么漂亮。张先生，你夸奖了。一点都不夸奖。俊峰告诉我你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的作品常常拿奖，是吗？你看你笑得这么甜。我这个俊峰啊，年轻有为，你们两个人走在一起，天生一对。哇，来，趁热。是。这种地方吃东西你还习惯吗？我就很喜欢来这里。我以前常常带我2个儿子来这里吃烤面包，我就喝咖啡。俊峰啊，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也在这里吗？我当然记得啊，这里的咖啡和面包很有传统风味，我也很喜欢。来，赶紧吃。对了，本来我是想呢，让俊峰在紫园里面举办你们的婚宴，场地、宴会所有的费用全由紫园来包。不过我知道你爸爸准备在他自己的别墅庭院里面举办你们的婚宴，所以我想啊，就不跟他争了。毕竟相比起来啊，紫园是比较顺畅。张先生，你太客气了。其实我觉得紫园的婚宴别有特色，很多地方都比不上你们的。如果不是我爸坚持的话，我还真的很想在紫园举办婚礼。啊，要不这样，让紫园来设计你们的婚礼布景，全都我来包，当做贺礼。你们要海洋主题、希腊风或者是魔幻主题，我相信紫园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张先生啊，谢谢你了，不过让你太破费。怎么会呢？你可是我们新鸿集团的法律顾问，这份厚礼我一定要送的。哎，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好意思的话，那你就陪我去做一件事情。
张先生啊，你怎么会带我们来海底世界的？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20多年前，海底世界开幕的时候，我曾经答应过我的大儿子，一定会把他和他妈妈带来这里坐缆车，来这里玩。可惜啊，后来他妈妈把他带走了，我没有机会实现我的诺言。这可是我一生里面最大的遗憾。不过今天总算弥补了我这个遗憾了。张先生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看来我是没可能带我的大儿子来这里了，所以我就把你当成是我大儿子。我想我也没有办法带你妈来，但是把你的未来太太带来这里，也算是弥补了。不好意思啊，把你们当亲人了，千万不可以跟我收费啊！你老板真的是精力充沛啊，一整天都笑嘻嘻的。如果你不告诉我他有癌症，我还真的看不出来。他就是这样啊，他的行事作风跟一般人不一样，很难捉摸他的想法。不过看得出来他很思念他的大儿子。他的大儿子去哪里了？他的大儿子在他很小的时候被他母亲带走了。最近得到消息，他们母子俩去世了，他感到很伤心。可是他为什么一直把你当成他大儿子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达令啊，其实什么？其实他的大儿子也是叫俊峰，所以我猜想，他把他对他大儿子的感情寄托在我身上。原来是这样。哎，你要不要喝咖啡？好啊。那我去泡。喂，俊峰哥，你是不是忙着筹备婚事，忙到忘记我啦？不是，我知道你姐在哪里陪你，所以才放心回来的。姐虽然来了，但是常常魂不守舍，我看得出我姐很想你啊。你别胡说八道了。俊峰哥，我已经1个星期找不到我哥了，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如果你有空的话，帮我找找他，可以吗？好，你放心。我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拜拜。哎，谢谢。哦，对不起，对不起。没事没事。你看，我们多没默契。还很痛啊？一点点。你喝了我咖啡就没事啦。那。外婆啊，新雅去了澳大利亚，所以没人跟我讲心事，只好来烦你了。你一定觉得很奇怪，我有心事，为什么不跟依晴说？我也不知道，我心里的话，就是没办法告诉她。那天我本来想要告诉她张庆东是我爸爸，可是我就是说不出口。外婆。我明知道我不能一心一意对依晴，却选择跟她结婚。我跟张庆东有什么两样呢？
张庆东好像已经知道我是他的儿子，可是他发现了我的身份，为什么不来跟我相认？喂，打铃啊！你怎么会想到要来雅隆啊？我听朋友说这里有一家辣椒螃蟹很好吃的，所以我就特地带来试试看啊。这么体贴的女朋友，你说要到哪里找啊？我知道你做什么都是为了我。干嘛停在这里啊？你在车上等我。青明，啊，青明，你去了哪里啊？电话又联络不到，你知道心里很担心你吗？黑妞，去咖啡店等我。老大，去了。大律师，你不是要结婚了吗？应该忙着办理婚事的，怎么那么有空？关我闲事啊？是心灵交代我找你的。阿雷，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怎么会认识这种人啊？臭女人，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什么这种人那种人？是，我是流氓，可是至少我做事情有担当。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不像你男朋友，心里面想着一个，睡的又是另外一个。喂，你胡说什么？你不要假惺惺了。你要是不喜欢欣雅的话，你会对她那么好，带她出国，还帮她搞定那么大笔的医药费，又不见得你给我钱。我帮她，这就是朋友的关心。你把欣雅只是当朋友看。是啊。那你发誓啊，发誓你不喜欢欣雅，最好在你女朋友面前发誓。有种吗？说啊，怎么没种啊？没种说啊，发誓啊！你闭嘴啊！你没种啊！你爱谁不爱谁，要跟谁结婚，我才不管，关我屁事啊！不过我跟你说，你也不要管我，就算我死在街头，也不用你来帮我收尸。你别相信蚯蚓胡说八道，根本就没这回事。我不是相信那个流氓说的话，但刚才你的反应已经证明了一切。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看你那么失态过。如果你不是心虚，为什么要那么激动？这阵子，我觉得你离我越来越远，你知道吗？我一直悄悄地努力着走进你的生活，陪你做你喜欢做的事。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之间好像有一堵墙似的。我希望你能诚实一点，面对自己的感情，面对我们之间的感情。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在事业上，在爱情里都一样。我希望我的丈夫心里面只有我一个女人。
再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明天是我们拍婚纱照的日子，我希望到时候出现的是一个坚定的李俊峰。我今晚回去陪我爸，你早一点休息吧。新郎呢？怎么还没来？他有点事，会晚一点才到。那么你先拍单人照吧。嗯。陈小姐，已经很久了，新郎还没来，你要不要打电话给他？不用啦，他应该很快就会到了。雨阵阵肆意的泼洒，何时能到达？可是路最终停在哪？时间已揭发。你想分手吗？由我来好吗？坏人是我，快把眼泪擦。沉默最可怕，是你不想正面的回答，却最诚实的回答。对不起。假装不了你不爱他，假装不了我割的下，但其中一个被祝福也算幸福吧。假装不了你不爱他，你要是能快乐的话，寂寞我会想办法。你的笑不必再作假，答案不复杂，我会处理得很优雅，不怕有尴尬。快别愣在那，不是说走吗？见不着你他会更牵挂。谁想装伟大，是舍不得泪水打，是最爱的脸颊。假装不了你不爱他，假装不了我割的下，但其中一个被祝福也算幸福吧。假装不了你不爱他，你要是能快乐的话，寂寞我会想办法。快别愣在那，时候不早了。我并不伟大，是舍不得泪水打，是最爱的脸颊。